你能想象吗？中国有上亿老人，连老了也想活得有尊严都成了一种奢望。当你在街头看到穿着体面的退休大爷大妈走进保健品门店、旅游报名点，或者津津有味地盯着手机里那个名医直播，你千万别以为他们是在享受退休生活，他们可能正一步步走进一个精心布设的陷阱。他们不是在消费，而是在被收割。中国的银发经济一度被冠以7万亿元市场规模的美好想象。国家喊口号，企业搞研发，媒体写热文，仿佛这是中国经济未来的新出路。可现实呢？这个市场已经变成了专门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收割机。据中国银发经济发展报告2024披露，截至2024年，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过3.1亿，占总人口22.1%。预计2030年，这一数字将飙升至4.2亿。3亿多韭菜被送进一座又一座镀金骗局里，老年人的储蓄正在被一口口啃光。骗局一：保健品骗局，免费鸡蛋的代价是10万元养老金。2024年5月，上海市场监管披露了一起特大保健酒诈骗案，3万多名老人被骗超10亿元。他们是怎么被骗的？免费送鸡蛋、送面条，甚至送煮熟的汤圆，拉老人进健康讲座。讲座上专家滔滔不绝，讲得比3甲医院都专业。最后一句话戳心窝：今天只要你加入会员，限量特效保健酒带回家。一位陈大爷跟老伴当场掏出1万多元。他说，隔壁邻居被骗了10几万，一气之下住了院。这些保健品大多连最基本的资质都没有，喝了没用还伤身体，但没人追责。骗局2：低价旅游，299包港澳4日游，实际变成购物地狱。中国国内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3至2024显示，超60%的老年人选择价格低于200元的低价团。广东张女士抱团去港澳，标价500元4天3夜，结果车烂、饭差、睡大通铺不说，还被强制带去翡翠店、药材铺购物，买不买都要挨骂。最后他花了近6000元买了些三无产品。这种骗局早已屡见不鲜，却始终有市场。原因很简单，老人心里想着捡便宜，骗子正是靠这种心理反复得手。你在小红书搜索低价旅游骗局，会看到上百位网友讲述自家长辈的被骗经历。骗局3：理财课，返利平台，直播专家换着花样来掏空你爸妈。2025年7月，山东数拍易购平台爆雷，数千名投资者受害，70%是中老年人。零门槛返利返现抢拍赚钱，谁不动心？等到账的只有平台跑路、账户清零、客服失联。而所谓的财商课，其实就是套路培训班，先免费入群，再高价付费。一位消费者投诉说，导师说的头头是道，结果课程只有2页 PPT， 后面就开始推销理财产品。在黑猫投诉平台，理财课相关投诉已超2000条，大量涉及老年群体，甚至连收藏直播专家在线答疑都成了骗局。2024年，全国直播诈骗破案近1万起，43%受害者为老年人。这些直播话术精准击中老人的弱点，对健康的焦虑，对子女的依赖，对社会的信任。只要一个老中医喊你阿姨，您的症状我懂，你的银行卡密码就离骗子不远了。他们被骗，并不是因为他们蠢，而是因为这个社会逼得他们只能相信。他们不是贪小便宜，而是除了便宜，他们什么也消费不起了。一场被制度推着走的慢性割韭菜，老人的命运早已注定。经济学家陆挺曾在2024年底的一场论坛中指出，中国养老金制度的最大问题不是发不出来，而是分配极度不公。北京的退休人员
月均养老金超6300元，而全国多数老人拿到手的可能还不到800元。据2024年第5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，全国老年人年人均收入为32027元，但中位数只有11400元，也就是说，大部分老年人每月只有不到1000元花销。最讽刺的是，这还不包括那些没有养老金的群体，比如曾经的农民工、自谋职业者、灵活就业者，或是从未缴纳社保的边缘人。他们只能靠子女、靠打零工，或者靠被割。地方养老金差异悬殊，注定一部分人只能被压榨。看看各地退休金标准你就明白了。北京2025年预计平均可达6800元每月，上海6400元每月，广东约4300元每月，云南、甘肃、贵州大多数低于2000元每月。巨大的地域差距让一些老人如同城市皇族，而更多人却活成了乡村弃民。养老金背后的制度性差异，其实就是几十年来的身份标签在作祟。当年的国企、事业编，如今坐享稳定高额退休金，而那些临时工、民办教师、农村户口的老年人，即便干了一辈子活，也换不来每月2000块的基本生活费。他们不会用智能手机，叫不到网约车，挂不上号，不会扫码，就连被诈骗这件事，他们都不会第一时间知道自己被骗了。这不是信息差，是命运的差。一胎化政策制造出的超级老龄社会，正在反噬所有人。中国的老年危机并不只是现在发生的，它是几十年前埋下的雷。一胎化政策实施40年后，中国进入了一个4-2-1结构的养老现实，4位老人，2位中年人，1个孩子。问题是，这个中年人已经被高房价、教育成本、就业焦虑和社会内卷折磨得奄奄一息，哪还有力气照顾4个老人？于是，老人被迫自谋生路，甚至自食其骗。一个退休大妈月入2000，想要补钙，直播间告诉她这个是氨糖软骨素，花3000能走路想飞。一个老大爷心脏不好，销售员告诉他这个是纳米负离子磁疗贴，贴1个月血压回春。他们不是不知道被骗，而是他们没得选。精神孤岛，在科技狂奔的时代里，他们成了被遗忘的一群人。数字鸿沟不是个词，是刀。你能想象吗？一个78岁的老太太，为了报销社保，跑了3趟社区医院，因为不会扫码挂号，每次都白跑。一个62岁的老爷子去地铁站充值卡，机器看不懂，按钮按不明白，最后只能被人赶出闸口。支付宝、健康码、智慧挂号、刷脸支付、语音助手，这一切的科技红利，到了他们眼里全是难题。他们不懂得什么是虚拟币，什么是金融平台，却能熟练点进返利宝、零元购直播福袋。他们不懂得什么叫流量密码、获客成本，却能背出一个保健品讲座里3种不同细胞修复因子的名称。他们不是数位文盲，他们是这个社会主动选择忽视的人群。科技社会向前冲锋的时候，把他们留在了原地，而骗子们却伸出了温暖的手。最令人心碎的，不是被骗本身，而是他们骗完之后没人管。2024年，山东数拍易购骗局曝光后，大量老人集体报案。可结果呢？维权失败，平台注销，负责人失联。一位74岁的老人说得好：“我们被骗后去报案，警察说金额太小处理不了，法院说没证据不立案，我们连被骗资格都没有。”还有更多人选择了沉默，因为他们怕被儿女知道，怕给孩子添麻烦，怕被骂老糊涂，怕自己在家人眼中再不值钱。而社会、制度、法律似乎也默认了他们是可牺牲的一群。银发经济的尽头是一地鸡毛，
与数不清的眼泪。对外，银发经济被吹成下一个消费新蓝海；对内，它就是一场制度性收割，是一场伪善的掠夺战。它利用的是人性最软的地方：年老体衰、缺乏陪伴、信息不对称、对家庭的羞怯、对死亡的恐惧。而这个社会最冷漠的地方，也正在这里暴露得淋漓尽致。老人们被骗了，没人觉得奇怪，甚至还有人说他们活该。老人们哭了，也没有哪个平台、哪个官员、哪个法官真正把他们的损失当回事。中国现在这个时代，容得下炒房客的暴富神话，容得下中产焦虑的家庭投资客，甚至容得下用 AI 骗色骗财的骗子，却容不下一个靠卖玉器直播活下去的老人。这不是老人的悲剧，是全中国的悲剧。